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五大家族的考核中力压群雄，夺得3项第一，保住了叶家五大家族的地位。考核结束后，圣长老叫住萧炎，问药尘是不是他的老师。当年圣长老也算是受过药老的指点，他知道萧炎这次前来也是冲着丹会来的，他想让萧炎在丹会之前和他一起去一趟丹塔。萧炎对丹塔一向是抱有忌惮和敬畏的，他有些迟疑。圣长老说会长他们对萧炎有些兴趣，见见他们不会有坏处。圣长老又用曹颖修习的魂技来诱惑萧炎，魂技对萧炎的吸引力很大，再加上以丹塔的实力和地位，真想对他做些什么也根本不需要耍手段。将此事定下后，萧炎便不再理会外界，整日缩在叶家的别院中，钻研从曹颖那里偷学来的魂手印。这日萧炎修炼完后缓缓起身，盯着院落中的一处虚空，淡淡的说，既然来了，何必躲躲藏藏。萧炎话音一落，那处虚空传来细微的波动，一道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人影浮现。萧炎从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上感受到了魂殿的气息。黑袍人影说想要借用萧炎身上药老的骨灵冷火，说完一股深蓝色的火焰从他的体内升腾。萧炎紧紧地盯着面前这个曾经属于寒风的海心焰。黑袍人知道萧炎体内不止一种异火，他这次前来也不是要抓萧炎回魂殿，他要的是萧炎修炼的能够让异火相融的功法。焚诀是萧炎最大的秘密，他的心头升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杀意。黑袍人知道这里还有2位斗尊，但现在这个院子已经被他施展了灵魂捷径。他劝萧炎将功法交给自己，今日可以饶他一命。萧炎冷笑一声，施展3000雷动，瞬间出现在小院的墙壁上，碧绿色的火焰狠狠地轰击在无形的壁障之上。可惜萧炎这一击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黑袍人见萧炎冥顽不灵，一道攻击直射萧炎。萧炎施展出2种异火的佛怒火莲，却依旧没有对黑袍人造成半点伤害。黑袍人一步步朝着萧炎走去，让他识相点。萧炎见破不开他的屏障，召唤出3种异火以及化生火，准备融合毁灭火莲。他疯狂的举动让黑袍人脸色一变，化为一道黑影，闪电般的掠向萧炎。萧炎刚想施展3000雷动闪避，院落中的无形屏障爆裂成无数道细小的灵魂碎片，一道浩瀚的气息从星空之上席卷而下，说丹塔的地方可容不得魂殿在此撒野。黑袍人脸色骤变，望向天空。萧炎心中略微一松，小心翼翼地将手中正在融合的毁灭火莲散去。小医仙和天火尊者也瞬间出现在萧炎的身旁，没有保护好萧炎，差点出事，这让他们2人心头极为愤怒。天火尊者朝着黑袍人冷笑，阁下怎么说也是一名斗尊强者，却竟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。黑袍人没想到自己这么小心，还是被丹塔的人发现了。他嘶哑着声音对着天空说，玄空子，此事与丹塔无关，何必多管闲事。玄空子的声音在天空上响起，这里是丹域，若是让你魂殿随意撒野的话，丹塔还如何与人交代。黑袍人咬牙低声咒骂，说算萧炎运气好，就让异火和功法再在他体内多待一段时间，他迟早会取走。小医仙和天火尊者想要拦住黑袍人，但却依旧让他逃了。萧炎目光转向天空，拱了拱手，感谢前辈的出手相助。天空上的玄空子说自己本体不能抽身，让萧炎多加小心，有时间就来丹塔，在那里他会很安全。萧炎再度谢过后，玄空子说故人弟子自然要多加照料，他让萧炎小心点玄冥宗，关于萧炎的情报就是他们透露给魂殿的人的。萧炎决定明天再想办法打听一下玄冥宗的据点，既然敢害到他的头上来，自然不能什么都不做。玄冥宗不算什么，最让萧炎忌惮的是魂殿的黑袍人。他想到黑袍人拥有寒风的海心焰，将寒风从玉瓶中放出来，问寒风海心焰给了魂殿的谁。在萧炎陨落心炎的威胁下，寒风老老实实的说那个人名叫木谷老人。木谷老人在魂殿的地位不低，因为他不仅是一名斗尊，还是一名货真价实的8品炼药师，深受魂殿殿主的重视。寒风说木谷老人当年与药老曾是同门，只是因为一些缘故，木谷老人被驱逐，自此他便十分敌视药老。当年寒风之所以会对药老出手，也是因为木谷老人的挑拨，让他暗中夺取焚诀。萧炎知道木谷老人不会死心，但他身边有天火尊者和小医仙，只要小心一些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如今最重要的还是要进入丹会前10，再将3000焰炎火拿到手。另一天，当萧炎从房间中出来时，叶虫已经等在了院子中。对于萧炎昨晚发生的事，他很是不安，所以连夜打听好了玄冥宗的据点。
当日与萧炎等人有过冲突的是玄冥宗宗主之子陈贤。陈贤也是一名炼药师，此次前来也是想要参加丹会。见萧炎，眼中凶芒闪烁。叶虫问萧炎是否打算对他们动手，萧炎说昨夜那种事一次就够了。叶虫舔了舔嘴，说现在对他们出手并不是最佳时机，这里毕竟是丹城，萧炎若是出手，势必会引来丹塔的注意，而玄冥宗背后是天冥宗，萧炎要是出手，最好是神不知鬼不觉。他告诉萧炎，在丹会中，所有通过选拔的参赛者都会进入一处特殊的区域，那里会是萧炎动手的最佳地方。萧炎知道叶虫说的不无道理，一旦对玄冥宗下手做得不够干净的话，势必会引来不小的麻烦。更何况叶虫告诉萧炎，丹塔的圣长老已经赶早来等他了，怕的就是萧炎会对玄冥宗的人出手，毕竟这里是丹城，他们需要维持这里的稳定。萧炎也明白丹塔的难处，暂且放下了这件事。圣长老说不会让萧炎白白受这份委屈，长老席已经商议过了，等他到了丹塔，会将曹颖修习的魂手印给萧炎参悟。在圣长老的带领下，萧炎一行人进入了丹城的内域。圣长老带着萧炎直奔丹塔高层，他让萧炎自己进去。圣长老提醒萧炎，会长与药老当年是好朋友，让萧炎见面恭敬点。萧炎走进大殿，见到了一名身着白衣的老者。这位老者浑身没有半点气息溢出，在萧炎的灵魂感知下，就像不存在一样。玄空子让萧炎可以称他一声玄老。在羡慕了一番药老眼光好，收了萧炎这么一个有前途的弟子后，玄空子向萧炎确定药老是否真的落在了魂殿的手中。得知消息属实后，玄空子说自己也会让人多加留意，要是有药老的消息就会通知萧炎。他们说完后，大门被再次开启，领先的两人便是曹颖和丹家的小女孩丹晨。他们身后是一名身着黑衣、7品高级炼药师的男子。玄空子是曹颖的老师，而那名男子是丹塔大长老的弟子宋清。互相认识之后，玄空子说出叫他们来的目的。这一次的丹会，因为3000焰炎火的缘故，吸引了不少势力前来，其中就包括了魂殿的人。因为丹塔长期封印3000焰炎火的缘故，灵智不低的3000焰炎火对丹塔颇为怨恨。这些年，丹塔用尽手段也没让他屈服，反而是他们的封印逐渐要束缚不住他。若是让3000焰炎火跑出来，必定会对丹域进行报复性的攻击，而魂殿应该是想要将3000焰炎火收入囊中。当然，如果收不了的话，魂殿肯定会毁掉封印，将3000焰炎火放出来。到时候丹塔必定会损失惨重，魂殿就可以趁机收集炼药师的灵魂体。因为3000焰炎火拥有不死之身，丹塔也无法击杀它。而谁若是得到了3000焰炎火，并将之收服，也将拥有无比强大的回复力。碍于丹塔历代只要是炼药师就可以参赛的规矩，再加上根本不知道哪些炼药师是魂殿的人，所以并不能禁止他们参赛。玄空子将他们4人叫来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阻止魂殿得到3000焰炎火。魂殿为了得到丹会冠军的位置，说不定会对他们几人下手。玄空子让他们在选拔开始前都尽量留在丹塔中。事已谈完，萧炎在接过玄空子给他的魂手印后，刚走出大殿就被曹颖叫住。曹颖约萧炎有时间一起谈谈，在萧炎拒绝并且离开后，曹颖充满兴致地看向萧炎的背影。他身后的宋清脸色微沉，多年的相处让他已经将曹颖当作自己的所有物，所以现在见曹颖对萧炎的态度不一般，眼中闪过一丝凶芒。萧炎拒绝的那么干脆，也是不想输宋清这个敌人，但他都已经这么避嫌了，还是招惹上了无脑的宋清。不过这些萧炎都并不知道。他回到自己的院子后，就一头钻进了魂手印的修炼中。在他不眠不休的修炼后，萧炎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感觉到了灵境间的屏障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什么时候能通过这层屏障，他的灵魂就能够真正的踏足所谓的灵境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